妈妈正在教儿子煎荷包蛋，可鸡蛋刚打进锅里还没熟，儿子就伸手把鸡蛋从锅里捞出来，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。妈妈见状非但不生气，还贴心地帮他擦去手上的油渍。任奎已经30岁了，但智商却只有10岁，生活完全不能自理，牙膏和洗发水都分不清楚，总是刷得一脸泡沫。不仅要妈妈帮他洗脸刮胡子，就连吹头发穿衣服也要妈妈帮忙。任奎每天除了吃就是睡，其他什么也不会。妈妈30年如一日地照顾着他，街头的小卖部是他们唯一的生活来源。日子虽然艰苦，但母子俩却总能苦中作乐。本以为快乐的时光会一直这样持续下去，可最近妈妈突然频繁的头疼起来，手也开始不受控制的抖动。之前她都是到药店买些止疼药，这次药店老板建议她去医院做个检查，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尽早治疗。可妈妈却心疼检查费用，说自己的身体自己清楚。可随着头疼愈发强烈，甚至有时还出现无法站立的情况，妈妈这才意识到病情的严重。她来到医院做检查，医生的话再次让她跌入深渊。 이대로 방치하시면 수술 자체가 힘들어집니다. 현재로서는 수술밖에 방법이 없는데. 回到家的妈妈独自在房间发呆，她首先担心的不是自己，而是等她走后儿子该怎么办。这时任奎在门外说自己饿了，见妈妈没有回应，他便从冰箱拿出一瓶鱼罐头。等妈妈回过神来，才发现儿子把罐头放进了微波炉里加热。他急忙起身想要拿出罐头，可四处飞溅的火花让人无法靠近。无奈妈妈只好拉下电闸。面对如此危险的场景，任奎居然在一旁兴奋地大叫：“번개친다！전자레인지에서번개쳐！” 妈妈这才发现，如果自己不在了，儿子的生活将会遇到怎样的危险。于是妈妈想到了任奎的姐姐，可母女俩的关系并不好。前不久，女儿带着外孙女来家里做客，因为最近服装店的生意不好，女儿想借妈妈的钱做下周转，可却被妈妈直接拒绝了。她说要把自己的积蓄都留给任奎。女儿认为妈妈眼里只有弟弟，从小到大对她的关心少之又少。妈妈责怪女儿自从结婚后就很少和他们来往，问她是不是因为害怕要照顾任奎。 네가 곧땅으로 매물 쓰니까 소방 맞은 거 있냐? 왠지 알아? 비빌 언덕이 없었거든. 평생을 고아처럼 산 내가. 아무튼 난 더 할 말 없으니까 그만 가봐. 最后母女俩吵了个不欢而散。可如今妈妈不得不带着任奎再次找到女儿，结果恰好看到女儿和女婿因为生意而争吵，女婿责怪女儿没有借到钱，还一把将她推倒在地。任奎看到姐姐被欺负，气冲冲地跑进来替姐姐出气。就在他捡起地上的木棍准备教训姐夫时，姐姐却拦住他，给了他一巴掌。任奎只是想要保护姐姐，没想到却让姐姐如此生气。내 인생에 한 번도 도움이 안 되니. 委屈的泪水开始在任奎眼眶打转。这时妈妈走了过来，这偏心的一巴掌让母女的关系彻底决裂。妈妈看到女儿如此对待儿子，便打消了把任奎交给姐姐的念头。她带着任奎来到收容智障患者的机构，那些被收容的特殊人群就像是囚犯一样被关在房间里，压抑的环境让妈妈仿佛看到了任奎的后半生，而任奎也不喜欢这里。엄마, 인규 여기 싫어. 집에 가자, 집에. 妈妈不忍心让儿子在这里度过余生，于是便带任奎离开了这里。回去的公交车上，妈妈看着熟睡的儿子，心里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。回到家，妈妈用胶带把门窗封住，她最后一次抚摸儿子的脸颊。既然把儿子交给谁都不放心，那不如让儿子随自己一起离开。她点燃了手中的木炭，等待着死亡的来临。突然，任奎醒了过来， 엄마, 妈妈急忙把木炭收了起来。 왜 그래? 계란 후라이 먹고 싶어. 내일도, 모레도, 그 다음 날도. 说完，任奎就又睡了过去。妈妈自责地哭了起来，自己刚才差点就做了傻事。她决定让任奎做好离开自己的准备，即使一个人也要坚强地活下去。早上，任奎像往常一样在地上撒娇，让妈妈做饭给他吃。可这次妈妈没有答应，她决定教会儿子独立生活。 오늘부터 네가 직접 밥 해서 먹어야 해. 밥, 빨래, 청소 다 네가 해야 해. 妈妈开始教任奎做最爱吃的荷包蛋，可让智力有缺陷的儿子独立并非易事。鸡蛋刚打进锅里还没熟，任奎就迫不及待地抓起来塞进嘴里。乘公交时，妈妈一遍遍地给他讲解路线，可任奎却只顾在一旁吃面包。妈妈的话他一句也没记住。 거기서부터 집에 가는 길은 알지? 몰라, 인규 몰라. 妈妈生气地给了他一巴掌，面包也被打落在地。 아, 내 몰라 그거를. 단단히 좀 봐, 이놈아. 任奎顿时像个小孩一样，坐在地上就撒泼哭闹起来。邻居大叔帮任奎在面包店找了一份工作，这是一家专门雇佣残障人士的面包店。老板热情地给任奎打招呼。
并带他到后厨学习如何制作面包。结果在学习的过程中，大家都在认真听讲，任奎却偷偷把三明治里的火腿给吃了。妈妈上来就是一巴掌。 그렇게 햄만 쏙 빼먹으면 그게 야채빵이지 샌드위치야. 回到家，妈妈翻看着有关残障人士的书籍，她决定换种方式教会儿子独立。第二天，妈妈让任奎试着做一个荷包蛋，可任奎总是把鸡蛋敲得稀碎。妈妈这次没有责怪他，而是在一旁不厌其烦地指导他，让任奎在敲鸡蛋的时候，想象成是在碰刚出生的婴儿，就像是在抱小时候的外甥女，要轻轻地用力。任奎好像听懂了，他把鸡蛋在锅边小心翼翼地敲了几下，然后两只手慢慢把蛋壳打开，一个完整的鸡蛋就打进了锅里。妈妈在一旁夸他做得真棒，任奎也开心地笑了起来。为了让任奎学会坐公交车，妈妈把复杂的线路画成简单易懂的图案，让任奎看着图片一遍遍地记忆。当看到路边的白色雕像时，任奎就知道应该在这里下车了。在妈妈耐心的教导下，任奎终于学会了自己乘公交回家。妈妈还在家里贴满了各种标签，把电器上复杂的按键换成简单的数字，教任奎电器的使用步骤，煮饭要用多少水和米，洗澡的时候暖气要怎么开，微波炉里要用玻璃碗。经过几天的练习，任奎不但可以自己刮胡子，就连用洗衣机洗衣服他也能独立完成了。虽然任奎现在只会做荷包蛋，但妈妈已经很满足了。她带儿子到超市教他如何买菜，按照食谱让他学会做更多的菜肴。这天，任奎主动要给妈妈做饭，看着桌子上简单的5道菜，妈妈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她欣慰儿子终于可以不用自己照顾了。第二天，妈妈早早就出了门，她来到女儿的服装店，把自己的病情告诉了女儿，并把这些年的积蓄全都交给了她。她让女儿如果有需要可以花掉里面一半的钱，剩下的等自己走后留着照顾弟弟。妈妈告诉女儿，之所以偏袒任奎，是因为以前家里穷，不仅要照顾卧床不起的丈夫，还要照顾年幼的女儿。怀任奎的时候自己又生了病，妈妈认为是那时候没有按时吃药，才导致任奎出生后变得残疾，因此妈妈才会更加疼爱儿子。她希望女儿可以理解。 그니까 복 나한테 뭔 일 생기면 너가 인규 잘 좀 돌봐줘. 나가 너한테 딱 그 女儿头一次听妈妈说起弟弟的事，同样身为母亲的她答应了妈妈。等妈妈回到家，发现儿子已经去上班了，家里被任奎打扫得干干净净，衣服和被褥也叠得整整齐齐。她来到面包店，看到儿子正在认真工作，和同事们相处也十分融洽。妈妈欣慰地点点头。她独自来到小卖部，没了儿子陪在身边，妈妈心里好像缺了点什么。晚上，任奎送给妈妈一个礼物，打开里面是她最爱吃的泡芙，是任奎白天在店里亲手做的。妈妈轻轻地咬了一口，这是她30年来尝到最甜蜜的幸福。任奎经常会跑到附近的幼儿园，偷偷看里面的一名女老师。这天在幼儿园放学的路上，一个小男孩突然横穿马路，眼看大货车就要朝他驶来，女老师急忙冲过去抱住了他。等女老师转过头，发现任奎正紧紧地在身后护着他们，而且脸上洋溢着恋爱的甜蜜。回到家，妈妈对他又打又骂，怪他那么做太危险。可任奎却说自己感受到了爱情。 인규 암시롱 안 와. 妈妈知道儿子不可能跟女老师有结果，于是她特意来到学校找到女老师，希望她在儿子向她表白的时候能够无情地将他拒绝。妈妈想让儿子明白，这个世界并非只有开心和快乐，也会有伤心和难过。女老师虽然知道这样做很残忍，但还是答应了下来。不久，任奎就带着玫瑰花向女老师表白。 사장님 좋아해요, 많이. 本以为儿子会因被拒绝而感到沮丧，可妈妈却看到任奎开心的手舞足蹈。原来女老师在听到任奎的表白后，告诉他自己已经有男朋友了，但她愿意和任奎成为好朋友。 우리 친구예요. 인규 씨 좋아하는 것도 같이 먹고. 어때요? 任奎并没有因为被拒绝而伤心，反而因为能和女老师成为朋友而感到高兴。这天，妈妈的病情突然恶化，失去意识的她眼前一片模糊。任奎害怕地给姐姐打去电话，妈妈最终被送进了医院。住院期间，妈妈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任奎。本以为儿子已经可以独立生活了，可转眼任奎就因为手被烫伤也来到了医院。妈妈心疼地责备他怎么这么不小心，可任奎却说自己是故意烫伤的，因为从小到大只要自己受伤，妈妈就会陪在身边照顾他。他以为用这种方式就可以让妈妈回到自己身边。妈妈这才明白儿子还无法接受自己将要离开的事实，于是他不顾女儿的劝说，强行办理了出院手续。妈妈要让儿子明白什么是死亡。他来到市场买了3只病殃殃的小鸡。任奎看到可爱的小鸡非常高兴，还给它们分别都起了名字，就连晚上睡觉也要抱着它们。可是隔天3只小鸡就死了2只，原来这一切都在妈妈的意料之中。他想借此让儿子明白什么是死亡，可任奎却一点也不伤心。他认为死亡就是去天堂，吃好吃的，玩好玩的，等吃饱玩够了就会回来。
看他一副嬉皮笑脸的模样，妈妈知道儿子还是不明白什么是离别，于是决定换一种方式教育他。他带任奎来到服装店买了一身西装，然后来到殡仪馆参加别人的葬礼。任奎起初还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，只是觉得这里的饭菜很好吃。渐渐周围压抑的气氛让他开始不安。任奎很是疑惑，死者明明是去天堂了，为什么家人都在哭？妈妈告诉他人死后就会来这里。 하늘나라 같은 건 없어. 죽으면 두 번 다시 만날 수도 볼 수도 없어. 그래서 저러고들 울고 있는겨. 任奎看着四周不停哭泣的人们，似乎明白了妈妈的意思。 ren규야, 인자 엄니도 금방 죽어. 오늘이 될지 내일이 될지는 몰라도. 没等妈妈说完，任奎就捂住耳朵起身跑了出去。他无法接受妈妈将要永远的离开他。妈妈追出来寻找儿子，可熙熙攘攘的大街早已不见任奎的身影。于是妈妈做了一个奇怪的举动，她脱下自己的外套，露出了里面红色的马甲。妈妈之所以30年来每天都穿着它，就是为了在和儿子走丢时，能让儿子第一眼就看到自己。任奎无助地坐在地上失声痛哭。这时，一个醒目而又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他眼前。 엄마! 妈妈听到儿子的呼喊，立马转身，她紧紧地把儿子抱在怀里。任奎哭着求妈妈不要死。 엄마 죽지 마. 인규 엄마 없는 거 싫어. 母子俩抱在一起哭了好久。妈妈找来女儿一起吃团圆饭。外甥女说任奎很聪明，能记住全家人的生日。 엄마 12월 11일, 누나 9월 6일, 미소리 6월 18일. 她还说10月17日是姐姐结婚的日子，姐姐生气的不让她提起丈夫。任奎十分难过的说道。 누나 시집 갔어. 인규는 못 갔어. 인규 사진 봤어. 누나 하얀 옷 입은 사진. 예뻤어. 姐姐听了她的话，瞬间湿了眼眶。她后悔当初嫌弃弟弟没让她参加婚礼。 누나 같이 못 살아서. 슬펐어. 姐姐十分感动，为了不被人发现自己流泪，她借口上洗手间起身离开。妈妈明白女儿以后肯定会好好照顾儿子。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，那只小鸡现在已经长大，可妈妈的身体却越来越差，就连吃饭都是强忍着下咽。妈妈生日这天，任奎给妈妈做了一桌美食，还专门做了一个生日蛋糕送给她。妈妈给他们一人织了一件红毛衣，可唯独没有自己的。或许妈妈知道她的时日已经不多。几天后，妈妈让任奎带她来到海边，她拿出年轻时的照片，那是他们一家3口在这里的合影。妈妈叮嘱任奎一定要好好生活。 他们走在夕阳西下的沙滩上，妈妈静静地趴在任奎的背上，似乎看到了曾经最幸福的时光。那时的她背着儿子，牵着女儿，漫步在这片沙滩，那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。随着妈妈缓缓地闭上双眼，她也在任奎的背上永远地睡了过去。在妈妈的葬礼上，任奎一直面带微笑。送行的时候他在笑，焚烧遗体的时候他在笑，姐姐哭得撕心裂肺的时候他还在笑。但是没人注意他的笑是颤抖的。之所以笑，是因为他和妈妈有个不哭的约定。 너가장 제일 질 잠은 누나랑 놈들이 얼마나 슬퍼하겠냐. 그렇게 너는 언니가 하늘나라 갈 때 꼭 씩씩하게 웃으면서 손 들어주는 거야. 알겠지? 任奎遵守着和妈妈的约定，他强忍着心中的泪水，微笑着和妈妈挥手告别。人生就是一场又一场的告别。 我们在不断的告别中成长，在父母眼里，我们永远都是需要照顾的孩子。他们为我们准备着一切，让我们在残酷的生活中过得更好，让我们做好迎接新生活的准备。